没得就完事了。太贵没人买啊。楼梯始终在房里面，但是啊，哥姐啊，我是想的是前面啊，看嘛，这里啊，我们是想着前面的话也要开个楼梯往上走，懂吗？有在面前，等于说咱们喝茶喝咖啡商用的啊，咱们就走前面；民宿的话，咱们就是从那个1楼进去，从中间上楼梯。哥姐们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你们觉得可以不？意思就是这个房子又能商用又能自己住啊，也这样价值高一点。其实我帮你设计是吧？你明天包装设计一下啊，会动吗？会动吗？哦，没有留的人根本不行，那啊，你看人家挺多的啊，对不对，哥你们？门面并不上，大家要充分利用。你都想睡觉了，就算直播，聊聊天嘛，跟哥姐聊天啊。想想来，爸爸来，你画个图纸来。你看他们设计来，来嘛，你看他们设计来嘛，你觉得他们设计好点儿？把1楼看不太空。来嘛，来你来，过来。你听我说嘛。你过来画图来。你画，你只要假设要整客户的话，来1楼全部太空。来嘛。哎呦，我那看。我刚才的画图纸你看到没有？我没看见。我在给哥哥你画图纸。来，你画个图纸我看一下来。嘛，啥图纸了？你画个图纸嘛，来嘛，看老师啊。哥跟你说啊，你说总共是不是这8.5米，对不对？总共8.5米啊，让老师画一下啊，可以啊。是不是？总共这8.5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8.5米。也是对不对？总共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把比如说在那哈，这里要么这立个柱子，要么这里个柱子，对了。这里个柱子对称是吧？对称。中间那排柱子，对不对？假设那个楼梯啊，假设这楼梯这边的话哈，这边对不对？这里个柱子。我画灯的是柱子哈。我爸说画灯一个方块块是柱子。柱子对不对？那个柱子，把柱子把1楼全部抬空，楼梯走这上去，把那个缩小了，楼梯走这上去，然后在这起步，再跑上去这儿都可以起，就这么起。你要想1楼底下停车的话，就全部抬空。1楼停车啊？我是这样想的啊。我们从门口这里楼梯上去是吧？这里楼梯上去，然后在中间再开个楼梯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也可以吗？然后我前面靠近嘛。你听我说。这是不是个公路？对不对？现在是不是个坡坡？对不对？在那里坡坡上去，我说哈，那就开始梯步的跑到那个的大家跑，转到那去了。然后你在他不是在1楼平到了吗？然后在1楼在那里开那楼梯叠上去。他是这种干。他在上转，从左岸转上去再去。到这儿了。那么些柱子的话，搞点房子好设计不？卧室那些。你听我说啊，这个设计柱子，比如说或者是有个4米的开间，假设4级哈，或者是对不对？那柱子的就必须要打4米，中到4米，对不对？假设那个会是3.8米，那么柱子蹬个3.8米。一说那个墙打这起子少的，晓得不？懂意思吧？比如说这里柱子是不是有个梁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是个梁哈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不是梁哈？是梁，对不对啊？我画的都是梁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墙，全部压到2个的，晓得不？那必须得说，你说抬空的，这全部都要梁抬墙啊，全部压在高头的，往起修。这个还麻烦啊。还麻烦那个。麻烦啥呀？不麻烦，你那好麻烦。那我一麻烦了，你越南人么子咋个修起的？你要相信人家的技术嘛。看，这是我的任务，你又要底下抬空的，必须要打柱子，那是肯定的。老师是这么学啊。但是抬空的话，以后我们把它弄成客厅也发了。可以啊。然后我想的是啊，我们学啊，我想是啊，第2楼靠近马路的这边嘛，我们就想的是留在那里以后啊，又能做个饭店，又能自己住，懂不懂？这样好一点，把后面就弄民宿，懂不懂？后面就多分一点房间。这是我的建议，把1楼还是修高点儿。1楼修高点儿。就是那个抬高点儿。因为你给我看的靠这边，对不对？那一家，对不对？房它只是有点矮，对不对？它不存在把你光线照。这边那家是2楼，我看的，2楼，它有可能有7米高，我看大概。这边那家它不存在大一的窗子，不存在，窗子开那边，窗子开那边。还有的哥哥姐说的啊，把中间给它空个1米，两边修，中间也可以开窗，中间空个1米往里头走。你的意思中间采光嘛？这是有一个空洞洞嘛？那个也可以，采光这就是吧？假设中间采光也可以。这个还麻烦啊。不麻烦。不麻烦，怎么叫修房呢？天井啊，进步啊。那个天子，假设你爬那个天子，别说有个空，
起到高头，意思点是亮点，这个意思。这个采光啊。也可以那么写可以。建高点做老宋说的有道理。一楼 V 是高点。抬高些，一楼修高些，不就挨到。一楼点是吧？修高些。哦，人家不打算请专业人士，我们不找设计师吗？哥你们，设计师他会花多少钱？会吗？不，我们找设计师啊。1.2层啊。那人家原来那么多房子，哪个社区的嘛？老宋说1层2层不用找设计师啊，最低的就3层。因为主要我们不是弄很那个啥，所以不需要。搞得好大阵仗，这也好也是有好多人家。老宋说我搞好大的阵仗啊。对呀，找那个最少都几千块钱。差不多。3万几千。哦，少的话便宜一点点要1-2千，贵一点点5000到1万。你设计图这个平方的钱。哦。老宋修啊，这几个平方图纸多少钱是吧？都是图纸那赚这个钱是吧？哦。老宋说专业设计师，老宋说的天井对啊，又不是帝王大厦，中间走廊，我就想抽是哪种，就拿你播一下来，我找一下那个图片啊，我图片在哪里？之前那个图片，我想修成这个图片那种，合计吗啊？哎，我帮你找一找。又好看，又能这个商用。需要紧啊！我觉得真不需要，哥姐，都是大几千块钱啊，是不是？先不说啥的，下次回去给人家那个表哥说，你喊他帮你去设计几天，他绝对没问题啊。这不知道他这个，因为他不干脆喊你帮你2天嘛，给他工资嘛。哪有什么就是这种啊？就这种吧。可以。哥，你们看设计成这种好看吧？哦，这种可以。这种好看吧，哥你们？也比较简单，你看装饰也有。我就是这样想的嘛。楼梯走个旁边，然后从这里停车，里面这里进去，以后又能弄客厅，进去也再上个楼梯当民宿，这种好不好？这个真可以。就刚好是2上楼。是的。有个能力哈。这非常好看。老宋说表哥。肯定有能力。不是嘛？他结婚时候是不干了，你给他拿工资，喊他帮你嘛，帮你设计，他绝对没问题。这个漂亮吧，哥姐们？这个可以啊。看嘛，我就想的是楼梯走旁边。这里放一个车位，这个以后我们即便说不做民宿嘎，也可以把这个改成这个客厅。这个可以。对，2楼喝咖啡呢，我就这样想的，好吗？这个真可以啊。这个是做民宿的。现代化的民宿。对他们现在就喜欢这种，因为他们就喜欢去拍照那种。能出来不？能出来吗？哪个就好看，哥姐啊，这个就好看，你看，这样是太丑吗？这个样式好看吧，哥呀？可以了。这样这里的话也是有那个啥，有阳台，看到没有？有阳台，这里面也可以自己住，是吧？这样的话起码得300万啊，应该要不了，哥姐啊。这个我们可以让小叔慢慢的干，是不是？老宋，你是铁了心的不打算去吗？我不去，确实不去。我也说，我不是开玩笑的，真不去。老宋是铁了心的不去，哥姐们怎么办？就在我说，你回去了，联系你的表哥，喊他带上帮你忙，喊设计好，没得问题，人家绝对有能力啊，你放心啦。你小时候动手干活了是没得说的。老宋说这个让我们请表哥，然后让小叔动手。我说嘛，请你那个表哥哈，喊那个放线，就说喊个放几根线，啷么整法？你要说修好关键高，他完全有这个能力。修的这种哈，这种可以吧？好的，好多人民币，你吓人了的架势，要好多钱。我爸爸说修成这种，他说夸大其词了，那不要点人民币啊。他是要很多人民币啊。那这个就是他这样，我们只就偏一点。这个刚刚那个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刚刚那个有什么区别呢？你这个装饰都不简单啊！不，我们不可能弄装饰这样的哦。装饰都不简单。哦。你也莫说斜梯不摆直的，你这么大个地盘儿，不要摆斜的了，想都别想斜的。老人说不要摆斜梯。直的，你这么个地方就8.5米宽的嘛。你还摆个斜的吗？斜的随到哪去的？斜梯斜到别人家里去了。这个老人说这个装修很吓人啊。那就是刚刚那个了，刚刚那个哦。直来直去的，你不要斜的往那摆嘛。那哥姐们就用刚刚那个啊，可以吧？到时候我们复印出来，然后给月姐看清楚一点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那就是刚刚那个吧啊。刚刚对，那我们一定要修一个现代化啊。帮你就是修这个是吧？这个简单一点是吧？啊。也可以。这个啊。哥姐们哈，我爸说这个简单一点，这个的话可能要好一点，比那个啊，这回也好看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也莫说那么多，你把那个1楼修成长都算是有本事，1楼1底修成长算你这真有能耐。你不要小看，不要人民币，你笑。那什么概念了？老宋说我把这个1楼1底修成展，那这算不错了，真的这有能力了，就有能力了，哥姐们。不晓得那要花多少钱不？所以哥也先问我们该起成，我们一直不敢说。你知道那要花多少钱不？那不要200万块钱拿得下来吗？ 1楼1底要这么多啊？你修吗？要吗，哥姐们？吧？不会。
你看那种装饰，你看小，黑不黑的主体不那么样，这装修费钱。这个装饰，这个小时候家里装饰没什么区别，感觉。这反正比10万块钱是把修起。那这种至少我摸了几10年，摸得好死。越南的建设这材料工、装饰工，这个图不实用啊。这个还挺好看的，我感觉啊。那个梯步楼梯你就不要想设计了，你只地面卡死的，你只是这个直的。就是这种嘛啊，这种可以了。哦，直的哦，你不要设计。哥姐们看，这个图纸其实比较适合了，你们觉得呢？这个房子啊，这里不停车的话可以做生意。这个休息气派啊，这个休息比较气派吗？但是应该也要不了那么多，修出来。主要是看你怎么看用什么材料啊？对，用什么装我修。嘛，主题稍微特别的装修最花钱。想做生意这种不适合，这个可以做生意的可以嘛？这个嘛，这个楼上去喝咖啡，从这里上去也可以啊。然后这里面停车，这里面也可以再开个楼梯，开在中间，你们觉得呢？这个宽度就是8.5米，好像这是宽度。8.5米的35米地，我的远视亮起来。这宽度，一楼可以商店啊，一楼也可以商店嘛，2楼可以咖啡什么的，理发店什么都可以。这个很合适那个咖啡店。很合适的。那就这款，朋友们，你觉得这款好不好看？我觉得这款挺好看的。这里太难瞧，最好叫你爸爸不要去打工了，叫他去监工了，对吧？你看哥姐，你喊你不去打工，你打工的话，你一个人在河北。哎，那你用不着考虑，我必须干弄根烟，想不能够慢慢修。两边都有房子啊，当心你爸爸知道你建房子是，他不想参与。不是我爸爸的话，我爸爸他是觉得是我们以前父子或者怎么样哦，他网上怎么说知道吧，哥姐们啊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。肯定要说，哎呀，毕竟我还能干，多赚一点儿，给减点儿负担。给说实话实话，再不干嘛干2年。我都已经说好的了，下次回去给你个表哥说听没有？喊他放线了，给设计喊他去做，修那些肯定以小学税都没问题的，听没有？你说到时一个工资开高点嘛，喊他帮一个忙嘛，那有啥子咯？听没有？我不晓得他们听不懂了，按你爸爸说嘛，那又不是外人，听没有？他应该不一定，因为他应该能帮那个忙。因为要提前跟他说很久，应该也行，因为他家开厂了，我知道，有时候这提前跟他说，你那个可以缓一天2天，就是你问他安排时对不对？喊他给放你再缓一天，是不是吧？他啥都懂，以小学实干精神有。小学实干可用，小学这个干活动手能力还有法，只是要给他弄出来他们整嘎，给他说是不是？做框架结构，两边是邻居的房子会影响你阳台效果。哎呦，我说怎么样都会让老公去的啊。就想多了，我一个人去，我天天说打的样真的是，我不是最多的。这个表哥是包工头个有吗？这个表哥是包工头，但是表哥的话技术可能没有那么到位啊。对，结合自媒体啊，就当地的是商场叫城市商场，叫楼是2楼啊。小松，你听你爸的话，死你都不亏。让请表哥的话，那个压力太大了，哥姐妹会给别人开很多工资，知道吧？是吧？小时候做包工头的话，他必须要有人指导他才能做包工头。如果说没有人指导他的话，他是不行的，小叔啊。对。必须得施工员啊。如果说请那个什么表哥的话，他明年好像说不干了嘛，是吧？1楼黄金地段还能弄成车库。就这个设计可以的，我觉得。老钟去可以不用当包工头，其实你包给他表哥修也可以。算了哥，你包我们就想家人一起盖的话，这个能省一点。我不是能省一点，我地买了的话，我包包是空的，哥姐们，你们说实话，真的啊，地买了弟弟包里面是寥寥无几的。我这个能盖到哪里是哪里，盖不到盖的话，如果说盖不走就停摆。我包给他的话，那不是那不盖那是个笑话，是吧？包给他的话是你要包给他1层已经要给他米了，对啊，2层要给了，3层的话要给了。等于说所有的材料都让他去弄，那个怎么行呢？对，没有那个实力啊。对，我也想，这样子可能修得好一点，我也想，但是没有那个实力啊。这样的话会精缩很多，但是米就要多。对啊。对，我们就一边做一边看。他那个不好看，哥，我觉得他那个也不是不好看嘛，他那个修的。那个是专业是住的，不是做生意的。对，明白。不适合做生意。明年来签个字啊。那个住的我们要商业啊。商业，
就不是建平房，所以小叔技术可能不太好，我觉得啊。平房的话，这就是老宋的技术是肯定够用，老宋修2-30层都可以的，估计啊。老宋是绝对没问题的，所以说只有选啊，老宋选，不会烂尾的啊。老宋只能选。这两天老宋他也是担心嘛，哥们们啊，他也是担心这个说三道四，也是那样想那样嘛，懂吧？千万别这么问。我还是请求就是菌香园。金香园什么意思啊？除了包括了别人真做不了，会不会烂尾啊？不知道哥。烂尾的话，我们这个不行的话修个平房嘛。今晚你好久去，但我去，我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哥。1楼生意自己不做可以租出去。我们想的是就像我说的，1楼啊，又能以后做生意，又能停车是吧？又能当以后自己住的话就可以当这个客厅是吧？2楼的话，我们可以弄成饭店，可以弄成这个咖啡厅或者是理发店，啥的都可以改，是不是？后面的话，房子我们可以弄成民宿，是不是？一整以后都会住美甲、对金毛啥，因为那个房子的话，确实有商业价值的，这里啊。地盘是可以。那地盘是很好的，朋友们啊，是有商业价值的，那就要窗架结构。准备盖个这个8.5米加15米宽吧，对吧，朋友们？8.5米加15米宽，15米宽是没问题的啊。如果你不行专业是搞老网友，就信小叔一把过去啊，好不好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让小叔就业，就信小叔一把。不行啊，不行，能不能信小叔，哥们？没技术你心里没办法呢。肯定不行。开玩笑啊！没人相信小叔，小叔老周也说小叔干活可以，小叔把也吹沟里。黑小叔对下基础，老周的意思就是下基础要请教专业人员啊。小叔干活是可以是吧？小叔地板砖都贴不好，哎。新小叔，小叔当猫头商人，当这个老商人当这个当那个啥，全部包给小叔，那这个就完蛋了。这话有人笑。我们这个房子明年还是可能还有一点话题啊，哥姐啊，我们弄小路好看一点嘛。建房小叔只能当小工啊，唉。咖啡厅我是在装修的，我建议先框架搭起来慢慢修啊，就是先框架可能代价太大。弄那个什么装混嘛，我没有开玩笑，哥，没有开玩笑，因为那个地现在我们交了钱嘛，是吧？也只有拿了，是吗？我不吃了，吃太甜，不好。老让懂得多，当施工员可以啊，地2级小叔就做不了。但是他干活可以，只是技术不行，是吧？干手活的话，真还是可以的。对。小叔建房子有图纸的话，必须得专业人员去弄才行啊。反正图纸大概就是那样子嘛。这里如果说没有处理好的啊，没有你们就耐心等待客户的回复。如果说今天的客户已经上班了，他们已经上班了，看这个数了。小叔就是想看这种图纸，要有专业的大工，对，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员才可以啊。是的。必须要有专业的大工才可以啊。多花点钱设计好的也是值得的。哎，没事客气啊，反正我们这个先把老丈人先掺和弄了再说吧啊。慢慢考虑吧。哎，不行的话咱们搭一个棚在那里，好吧？搭一个棚在那里去这个，开一个这个卖个水果啥的，也可以。也不是不行。说实话。对，咱们随便搭一个棚也可以，是吧？今天打开最后一项是小果客户只配5元，5箱泡泡干果王小果。哥，你那儿拍照片，让你再跟他说，让他赔。小果小，应该不会吧，哥？全是小果吗？结果你就联系下客服，哥。对，如果没处理好的，你给我发订单号，这个私信我，好吧？因为量比较多，有可能他就发错了。所以说，所以说看年前的订单，我们年后同样的售后一定要给大家做好啊。可以先直接联系客服。对。然后一定要拍照下来，对，或者是拍视频下来。是的，才好解决。对，所以大家请放心啊，不会说售后不给大家做好。必须，虽然是我们拿的锅子，售后也给哥哥姐做好啊。是的，哥姐啊，我说让小叔当包头，那是给大家开玩笑的啊。说让小叔当包头，那是给哥姐开玩笑的。不然大哥今晚都还没回来是吧？8中，你家飞昆明再飞越南，好像也可以啊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看什么？从昆明可以到越南，到河内。票很快，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坐飞机到昆明，然后从昆明坐飞机回去。
真的？真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问哥姐嘛。火车吗？啊？坐飞机，昆明到河内好像是有，哎，大哥提醒我了啊，巴中它有飞机到昆明。然后从昆明到河内也有的。你看多贵。哇，你看嘛。吓死我了哥！从昆明，这是在转22天。昆明到河内直飞，你们看一下哥姐，5400一张，贵不便宜啊！我天呐，欢迎便宜前是要转20个小时啊。对吧？没事嘛，我们就抢个火车票，就成都、重庆哪一班就买哪一班啊，就是后天、外天嘛，这2天嘛。也是我们那个路程尽量走，是吧？我就是弟弟要这辈子努力的去把身价弄到上千万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求求老以后像你外婆。从昆明到蒙古到1个小时是吧？主要是那个车子，我们巴中有到昆明的那个动车，那个太久了，那个车要坐10几个小时才受不了。而且那个车子的话，你看舅舅肚子这么大了，他所以没有办法，哥姐，我们好像只能坐飞机啊。刚刚那个人是明星吗？哥哥姐们，好像有点熟悉啊，他那个人。不是吧？在国内生小孩是不是只能在在国外生小孩也可以在国内上货啊？也可以上货，但是很麻烦。所以说我们还是在国内生孩子啊，在河口生孩子，可以吧，哥姐，在河口生。我妈都把好多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包括寄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好多准备好了。在国内生小孩子来得久吗？在河口生是没问题的。越南妹在湖南云算了，他很强的。我们这会儿要打算捏个软柿子，太强的不打啊。大主播打不好赢啊，哥，小主播赢得很开心啊。哎，能哥，哥姐们，我们星期一不回去，星期2、星期3就回去啊。今天星期6。现在国内的话，视频不知道记录啥。昨天的视频我感觉挺好的，但是昨天的视频又违规了，也不知道是哪里违规啊。这会儿聊天去差不多下了个点啊。你老乡有话让你聊他，哪个老乡？早点回越南吧，不要再混了。就那个人嘛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这么多也是挺那啥的，挺心痛的嘛。我们后面再看啊，只能赚点，管他说有人就打，真是吧？赚点的话，但是说到有节奏啊。今天就算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初9啊，去外婆家了，外婆也都去了，也包了红包的。明天我们暂时还不会回，我没抢到票，我现在在抢后天的，不知道后天能不能抢到火车票的时候，我就马上买机票，好吧？成都和重庆的票我都在抢，因为这2天堵车，你们知道吧？他们去成都堵10个小时，去重庆堵8、9个小时，必须要坐火车，抢到哪个我就买哪个的，好不好？应该后天看能不能抢到啊。